乌军北伐，克里米亚危险了。事实证明，乌军的反攻颇有成效。在完全收复库皮扬斯克后，乌克兰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北推进了30公里。黑海方向，俄舰船遭受重创，1个月内，艾森上将号被炸2次，甚至说在乌军的袭击下，俄罗斯已经在考虑取消胜利日阅兵。另一边，克里米亚即将成为孤岛，最后的铁路轮渡被击沉，乌军还使用无人机击毁赫尔松地区的孔卡桥。下一个就是刻池大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近期的乌俄战场到底有多魔幻。库皮扬斯克方向，很多人认为乌军收复了库皮扬斯克城就该歇歇了。打仗讲究后勤，打完一场大战就要休整。结果呢，乌军第129机械化旅告诉你兵贵神速。4月初，乌军突然发难，在德沃里奇纳附近发动了一波猛烈的反击，刀锋直指北边的关键节点米洛维。根据前线传回的实时卫星定位，乌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出现在了该地的北部边缘。算一算账，从库皮扬斯克城中心出发，乌军已经足足向北推进了30公里。这30公里意味着什么？火力军带大家看看地图，莫斯科一度宣称已经完全控制了库皮扬斯克，不过事实胜于雄辩，乌军不仅收复了全城，还把它当成了跳板，反手就向北捅了一刀。俄军当时也急了，组织了好几波反扑，想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但在乌军稳扎稳打的防御面前，俄军的冲锋毫无用处，最后只能灰溜溜的撤退，眼睁睁看着乌军加固战壕。莫斯科那边现在是什么反应？别问，问就是无可奉告。此前吹出去的牛，现在成了响亮的耳光。乌军这波推进不仅扩大了缓冲区，更策应了其他战场的攻势，让俄军在北线的部署全线动摇。北线在推进，南线也没闲着。在扎波罗尔方向，乌军上演了一波精准打击，目标直指俄大型核心机库。诺尔报告披露了乌克兰的 FP2再次出征，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直接钻进了俄军基地的巨型机库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种密闭空间里，这种高爆弹头产生的压力有多恐怖。根据流出的视频来看，机库只剩下几根骨架，到处是烧焦的建筑残骸以及扭曲的金属片。俄兵一边在废墟里骂骂咧咧，一边费劲地清理垃圾。根据情报分析，机库里存放的大量重型装备，经过这波打击，已经提前爆炸了。除此之外，战场上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乌军豹 1A5 遭遇无人机猛攻，依旧无碍。很多人说，现在的坦克就是无人机的靶子，一扎一个准。不过，一辆乌克兰的豹 1A5 坦克改变了这一状况。这辆属于第5独立重型机械旅的老将，在短短1天之内，遭遇了俄军52次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你没听错，52次。俄军的 FPV 无人机与闪电无人机轮番上阵，把这辆坦克当成了练靶机。但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这辆坦克不仅没有被击毁，甚至还能自行开回基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坦克本身猛，而是加成实在是太多了。乌克兰坦克兵们都知道，面对无人机，传统的机动性已经不顶用了，于是他们开启了极限生存模式，在炮塔顶上加装了厚重的顶笼，专门防攻点无人机，在坦克周围连接松散的钢缆。无人机撞上来之前，螺旋桨就会先被钢缆绞断，导致引信失效。车体、侧面甚至连炮塔后部全覆盖了乌克兰国产的爆炸反应装甲，连发动机舱和底盘侧面都挂上了铁丝网，用来捕获自杀式无人机。俄军的无人机发起攻击时，都是一架接一架撞在格栅上，被钢缆切碎或者被爆反弹开。这种改装思路现在已经传染到了 M1A1 身上。火力军估计，这种案例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说完了地面，再来看天空。乌克兰副总理费多洛夫抛出了一个震撼全球的数据：2026年3月，乌军单月拦截了超过3.3万架俄罗斯无人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要打下来1000多架。这数据直接创下了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乌军之所以那么猛，主要原因就是不再单纯用昂贵的防空飞弹去打廉价无人机，而是玩起了以机对机。乌军大规模部署自主研发的拦截型无人机系统，用更便宜、速度更快的 FPV 去撞俄军的监测者和侦察机，有的甚至装载了人工智能算法，能自动锁定目标。不过，随着俄军开始部署喷气动力的监测者，拦截难度也随之增加。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以乌军无人机的迭代速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搞出来进化版。相比较俄军战果贫瘠的袭击，乌军的袭击战果一个比一个大。比如艾森上将号1个月挨了2次打，连克里米亚都要保不住了。黑海舰队现在的处境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4月初，乌克兰的无人机群再次奔袭新罗西斯克港，这次的目标是俄军的海军明珠11356R 型护卫舰埃森上将号。这艘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的大家伙，当时正停在港口里修补之前的伤口，结果旧伤未愈，有添新恨。这已经是他1个月内第2次挨揍了。3月2号刚炸了一波，还没喘口气，乌军的 FP2 无人机群又来了。埃森上将号临死前还反抗了一下，试了一枚 9M317M 防空导弹，但面对无人机的群殴，完全无济于事。港口上还有一艘马卡洛夫上将号停留在原地，之前遇袭后一直没有移动。根据赛博博罗什诺的影像分析，这艘护卫舰的舰首部分直接中弹，靠近 A190 主炮的地方被炸出了个大窟窿。水线下的 MGK335M 声纳系统极有可能受损。声纳这东西极度精密，一旦坏了，整个黑海舰队的反潜能力直接腰斩。不过埃森上将号的垂发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依旧能发射卡利布巡航导弹。不过发射归发射，能不能打到乌克兰就不好说了。媒体指出，这次打击可能削弱了护卫舰的机动性，如果该舰无法独立离港，可能会限制其导弹发射能力。俄罗斯海军舰艇在发动攻击前，通常会先移至近海。除了舰船外，新罗西斯克港的其他设施也被炸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使用攻击性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境内新罗西斯克港海上转运综合设施及其他目标，导致4座石油制品储罐起火，1艘军舰受损，1座海上浮式钻井平台受伤。对于这种情况，俄罗斯急得跳脚，大骂乌克兰行为极其恶劣，完全是针对国际石油运输公司里海管道财团，还说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火力军看到这儿就乐了，除了发射巡航导弹去炸人家的居民楼和煤气罐，你俄罗斯现在手里还有什么牌能惩罚乌克兰？你的黑海舰队都快被人家打成黑海潜水队了，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剩下的几条小舢板吧。另一边，俄罗斯最后的铁路轮渡也沉了，克里米亚危在旦夕。乌克兰情报部门确认，克赤海峡最后一艘还在运营的铁路轮渡斯拉夫亚宁号彻底下班了，而且是领了盒饭那种。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多次袭击克赤大桥，并多次迫使运输停止。虽然无法摧毁，但整体结构已经相当脆弱。俄军在克里米亚的燃料、弹药、重型坦克90%全靠这种铁路轮渡横跨海峡。乌军也很损，先是炸毁了阿凡加德号，接着钉死了斯拉夫亚宁号，现在这最后一艘轮渡也沉了。俄罗斯失去了其支撑俄罗斯军事补给线的关键后勤资产，克赤海峡的海上铁路补给线马上就断了。这还只是开始，下一步就是克赤大桥了。乌军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赫尔松地区的孔卡桥，俄军控制了关键节点，乌军之前使用海马斯空袭，炸了几个月都没炸塌，因为桥面结构太硬，导弹砸上去也就是个小坑。乌军一看硬攻不行，咱们来点精细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426无人系统团派出了英制的马洛伊 T150重型无人机，这玩意儿载重180公斤，原本是澳洲人用来牧羊或者送快递的，结果被乌军改造成了专业爆破师，操作极其有耐心。他们花了60天执行了30次任务，每次无人机都精准地钻到桥底下，把特制炸药挂在桥墩或承重结构的弱点上，一点一点地把根基掏空，最后积攒了1.5吨炸药，整座大桥瞬间断成几截。如果乌军把这招用在克赤大桥上，那画面就太美了。因为乌军的袭击，现在的俄罗斯正在考虑取消胜利日阅兵，害怕阅兵式便空袭警报现场。俄罗斯时报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在考虑取消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因为乌克兰的火烈鸟要飞过来了。这款乌克兰自研的巡航导弹射程高达3000公里，弹头1吨重，从乌克兰边境到红场才450公里，火烈鸟飞过去也就是打个盹的时间。火烈鸟的战绩也不少，俄罗斯不得不信，2月成功击中了俄罗斯位于比尔姆地区的最大导弹工厂，3月又击中了萨马拉地区一家大型炸药工厂。此外，乌克兰正在研发 FP9 弹道导弹，射程850公里，弹头800公斤，计划于今年夏天开始测试。弹道导弹的飞行高度与速度，俄罗斯更拦截。俄罗斯那边的亲俄博主伊利亚·图马诺夫都急眼了。想象一下，大家立正听训呢，防空警报突然撤向红场，大家是跑还是不跑？这在媒体层面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胜利日阅兵没了也不是不可能。俄罗斯原本想在4月5日举行地面演习，结果被叫停了。部队被命令返回永久部署点，直至另行通知。被问及为何取消时，佩斯科夫含糊其辞地回答：“我们正在为胜利日庆祝做准备。”火力军觉得，普京现在最怕的不是阅兵式上没有新坦克，而是怕万一阅兵正进行着，天边飞来一只火烈鸟，直接给红场表演一个天女散花，到时候这胜利日就变成乌军的战果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乌俄战争爆发后，
胜利日阅兵就在不断缩减。2022年和2023年空中部分被取消，现代装甲基本消失。著名的是2023年红场只剩下一辆二战时期的 T-34坦克。莫斯科时报报道，2024年和2025年的阅兵人数略有增加，但仍远低于战前的表演水平。总的来说，现在的战场局势已经发生了质变。乌克兰通过自研的远程打击能力、极致的无人机战术，已经成功的把战火烧回了俄罗斯本土，甚至逼得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考虑取消最具象征性意义的阅兵。火力军建议莫斯科还是闭上眼睛，催眠自己，只要不阅兵就不会丢脸，只要不看黑海，护卫舰就没沉。毕竟，只要自己看不到，就不会痛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会不会取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